女孩怀孕却生下2只白虎，他用尽各种办法想要杀死它们，可虎崽崽却对他越来越依赖。终于在女孩喂了1只冻鱼，鞭打他们一顿后，虎崽们彻底对妈妈失望。原来这个恶雌真的不爱他们。再次睁眼，耳边是2道童音：“大哥，这个蠢雌性肯定是把肉藏在冰洞里，你快去偷出来。那块鱼兽的肉很大，我一个兽拿不动，你跟我一块儿。”这时看到安澜醒来，乔昂猛地一惊，吓得雪白色的狐狸耳朵抖了抖，拿起鱼兽后转身就跑出了冰洞。妹妹快跑！蠢雌性醒了，看着乔昂跑了，留下的小家伙急着大喊：“哥哥等等我啊！”安澜看着要逃跑的小家伙，一把抓住了他蓬松的大尾巴。乔乔奶气稚嫩的惊呼一声，转过身控诉地瞪着安澜。见状，安澜看了忍不住笑起来。小幼崽看着还挺可爱的。巧巧看安澜揪着自己，还突然笑了起来。他觉得安澜是在嘲笑自己被抓，他很生气。他张嘴嗷呜的一口咬在安澜的手上，在安澜松开手时转身就跑。安澜无奈吐出一口白雾。昨天他还是某平台上拥有100万粉丝的荒野求生的主播，谁知睡了一觉就穿越进了一本他看过的兽事小说里，还成了书里大反派的亲妈。原著里他为了生存，强行与一个受伤的狐狸兽人交尾，逼迫他成为自己的兽夫。可一夜过后，那狐狸兽人就跑路了。那一次也让他生下了乔昂跟巧巧这2只狐狸幼崽。但这让原本就生存艰难的原主日子更过不下去了。为了生存，他再次故技重施，强迫了一个蛇兽人。可在激情过后，蛇兽人怒不可遏，想要对原主下手。原主被吓得不轻，转身就逃跑了。没过多久，他又生下了一个蛇崽崽。可他觉得崽崽是自己的拖累，有食物都会紧着自己先吃饱，剩下的一些残羹剩饭才丢给他们，导致3个幼崽在成长过程中心里越发变态扭曲。书中原主最后的结局就是被他们往嘴里塞满食物，活活撑死。想到这里，安澜眉头紧皱，真惨啊！好在现在幼崽们还小，还来得及跟他们打好关系。安澜打起精神来，转身往冰洞后走去。刚一靠近，就看见2个幼崽小脑袋凑在一起，毛茸茸的耳朵因为开心正一抖一抖的，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他的靠近。安澜上前一把揪住了乔昂那一撮银色流尾小辫。乔昂哼唧一声，喷怒的回头龇了龇牙：“你这个蠢雌性干什么？放开我！”边上的巧巧看见哥哥被抓，长长的眼睫上挂上了晶莹的泪珠，无辜地望着安澜。慈母，巧巧好饿啊！巧巧已经好几天没有肉吃了，呜呜！你不要把巧巧的食物抢走好不好？碧蓝的大眼蓄满了泪水，2包泪滚落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安澜一愣，就在他心软的时候，巧巧一把抓起剩下的肉，转身就跑，跑远了还不忘回头做一个鬼脸。蠢雌性，被骗了吧？看见妹妹跑了，乔昂着急的挣扎：“巧巧，你给我留一点，那鱼兽是我偷出来的。”安澜收回视线，手里的力道加重了些，迫使小幼崽不得不看着他。乔昂不悦的那张小脸都皱了起来，奶气的声音充满了愤怒：“蠢雌性，你放开我！那个鱼兽是我们抓到的，你凭什么抢我们的？”闻言，安澜汗颜，因为生存环境恶劣，冰原上的食物极为匮乏，他们一直过着3天饿9顿的苦日子。昨天巧巧他们好不容易抓到了2条鱼兽，还没来得及吃，就被他这个当慈母的抢走藏起来了。亲妈跟孩子抢食，这几个幼崽长成大反派，他一点都不意外。安澜松开手，眉眼柔和下来：“你们想吃就跟慈母说，我会给你们的。”他的话刚说完，就看见乔昂翻了个白眼：“蠢雌性，你只会抢走我们的食物，你才不会给我们。”安澜默然，原主确实不会，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。他强势地拉住乔昂的手，把地上剩下的鱼兽的头捡了起来：“不是不给你们吃，而是我们现在食物有限，若是一下都吃掉了，肚子在饿的时候怎么办？”听着他说的话，乔昂好奇地看向他：“蠢雌性干嘛要跟他说这些？他什么时候抢他们的东西还给解释了？哼哼，分明就是骗他，他才不会相信这个蠢雌性。蠢雌性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”安澜停下脚，回头看着他：“叫慈母。”乔昂哼了声，一脸傲娇：“我才不叫呢！”安澜也没跟他计较，而是把他带到了一个冰窟前：“你去冰洞里帮慈母把那根兽皮条拿过来。”乔昂皱着漂亮的小眉头没有动。“蠢雌性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”安澜晃了晃手里的鱼兽的头，笑道：“等下你就知道了。乖，快去！”乔昂看着他的笑脸愣住了，这个蠢雌性之前从来不会对他们笑的，看他们的眼神都是厌恶，因为他觉得他们是拖累，给慈母帮忙，一会儿钓上了鱼兽，慈母就给你们吃。乔昂想要拒绝，可看着安澜温柔的笑脸，他鬼使神差的哼唧了声，跑进了冰洞里。寒冷冰库上已经结了一层冰，想要钓鱼就得把冰层凿开。安澜从边上捡了一块大冰块往冰窟里砸，直到他手都快冻僵了，才把冰窟上的那层冰给砸穿了。他忍着冰寒把冰窟里的碎冰给掏出来，差点没把他冻哭了。没一会儿，乔昂也拿着兽皮条回来了，这是之前他们捡到的兽皮边角料，看起来像是绳子。安澜把鱼兽的头绑在皮毛上扔进了冰窟窿里。乔昂一看就急了：“蠢雌性，你怎么能把食物扔了？”乔昂连忙甩出尾巴往冰窟窿伸去，想要把鱼兽的头捞上来。安澜眼疾手快地把他拉到身边：“别乱动，我在钓鱼兽。”乔昂毛茸茸的耳朵抖了抖，小脸疑惑：钓鱼兽是什么？在兽市，兽人们并没有钓鱼的概念，想吃都是下水活抓，就是把鱼兽喜欢吃的诱饵放进水里，等到它咬住诱饵后，我们就把它抓住。乔昂似懂非懂，不确信看着安澜。他们说话时，一股寒风刮来，冻得安澜赶紧抱住了乔昂，不让他被寒风侵袭。乔昂蓦地扑进安澜怀里，感受着他怀中的温暖，整个兽都愣住了。蠢雌性今天是怎么了？他居然抱他！乔昂脸色蓦地一变，用力将安澜推开：“你这个蠢雌性，是不是想趁我不注意把我扔进冰窟去冻死我？”安澜无语地扶着额头：“我只是想要帮你遮挡寒风。”然而乔昂根本不信：“蠢雌性，我才不会信的话。”说完，他害怕安澜抓他似的，转身就跑了。安澜一脸无奈，跟幼崽们搞好关系，任重道远，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他死死地盯着冰窟窿，一直等到他双腿发麻，手上的兽皮都没有动静，
但他还是耐着性子静待。在他脸快被寒风吹面瘫时，手里的兽皮终于动了。安澜抓紧了兽皮，顺着水下的力道一点点地将兽皮往上拉。好一会儿，他终于看到了露头的鱼兽。安澜立即拿起一旁的冰块，猛地砸向冰窟窿，一连砸了好几下后，他才停了下来。安澜走到冰窟窿一看，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笑意。太好了，今天不用饿肚子了。他把砸晕的鱼兽拉上来。要说兽市的物资其实是很丰富的，这5条鱼兽的个头一点都不小，至少能够保证他们2天都不用饿肚子了。安澜太冷了，他怕自己被冻伤，只能先将这些鱼拉回冰洞里放好。刚把鱼兽放好，他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争执的声音。安澜担心是几个幼崽有事，赶紧从冰洞里跑了出来，顺着声音的方向跑出去一段距离，就看见一条赤红色的小蟒蛇正缠绕在一只白熊幼崽身上。白熊幼崽被勒得面色赤红，眼看着就要没气了。见状，安澜脸色大变，乔烈快住手！听见声音，乔烈回头看了安澜一眼，树瞳更为冷冽，转头就咬了下去。乔烈，安澜立马冲过去把乔烈抱了起来，抓住他意图攻击白熊幼崽的脑袋。熊仔得以脱困，赶紧拿起鱼兽就跑了。乔烈看到鱼兽被拿走，他生气地冲安澜吐着信子，转眼就变成了人形。小家伙一头赤红色的长发，一双红色的树瞳充满着愤怒，龇牙时还露出2颗小虎牙。安澜暗自感慨，他的3个崽崽长得真好看。乔烈冷然开口，稚嫩的声音比极寒的温度还要低：“蠢雌性，你害我失去了食物。”安澜回神，皱着眉：“那鱼兽是你抓到的？”乔烈树瞳越发的红了：“他抓的，但我抢到了就是我的。在流浪兽人的认知里，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去抢，抢到了就是自己的，这也是其他兽人厌恶他们的原因之一。”想到这里，安澜放柔了神色，今后不要去抢别的兽人的食物了。慈母抓了鱼兽，跟慈母回去吃。他想去拉乔烈的手，却被他冷漠地避开。乔烈后退几步，红眸森冷地瞪着他：“蠢雌性，你不会好心把食物给我吃，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”安澜张了张嘴，刚想说什么，脑海里就响起一道清脆的声音：“恭喜宿主绑定羊仔系统，我是系统小妖，很高兴为系统服务。系统任务加载完成，请宿主让乔烈跟熊仔道歉，给他树立正确的3观，任务难度2颗星。”闻言，安澜差点感动哭了，没想到他也是有金手指的。羊仔系统就是养几个小幼崽啊，这原本就是他打算做的事，现在还能额外拿到奖励，他有什么理由不做？回过神，安澜蹲下身，尽量让自己的神色看起来更像一个慈母。乔烈，一会熊仔的父母肯定会找你麻烦，你先跟我回去，免得他们把你抓走。乔烈英气的眉头皱了起来，小嘴抿得紧紧的。虽然不知道这个蠢雌性想做什么，但他这些话倒没说错，那只白熊的慈母是会打兽的。乔烈淡淡的瞥了安澜一眼，随后往冰洞走去。安澜见状也不计较，先跟他回去再说。等他走进冰洞，就看见2个小家伙正抱着鱼兽在啃。他们看见安澜回来，都警惕地抱着鱼兽，想找机会溜走。安澜没有责备他们，今天你们每个人都能吃1只鱼兽，剩下的明天吃。本来他想着能吃2天的，但当务之急还是先让小幼崽们对他放下戒备。乔烈警惕地看了安澜一眼，但还是抵不住食物的诱惑，抓起地上的鱼兽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安澜看着他们大口吃肉的样子，眉眼也渐渐软和下来，他也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拿起1只鱼兽人正准备吃，外面就传来一声大吼：“乔烈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他面皮一紧，一下站了起来：“别怕，慈母先出去看看，你们先填饱肚子。”安澜说完就走了出去，刚走到冰洞外，就看见一雌一雄2个生得十分魁梧的白熊兽人，他们正愤怒地看着安澜，压迫感十足。雌雄看见安澜出来，立马瞪着眼睛：“安澜，你那蛇崽子打伤了我的幼崽，你赶紧把你那恶毒的蛇崽子交出来！”乔烈有错在先，安澜虽然不满他这么说自己的崽崽，也还是放柔了声音：“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，确实是我家乔烈做的不对，也是我这个慈母的失职，我向你们道歉。”这态度让白熊一家3口都愣住了。过去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，但每回安澜都会把他们要的崽子扔出来，任由他们处置。今天他居然主动道歉。冰洞内，乔烈听着安澜的话，面无表情地吃掉最后1口肉，随即站了起来，巧巧看乔烈起身，眨了眨澄澈的大眼，歪着小脑袋：“三弟，你快找机会溜哦，不然那个蠢雌性肯定会把你交给那一家蠢白熊的。”乔昂也点头：“上次你被揍的蛇尾巴都要断了，要不是我及时发现你，你就被冻死了。”闻言，乔烈的脸色更阴寒了，他看着外面的情况，想要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溜走，可他刚一跑出去就被安澜眼疾手快地抱住了。乔烈吓得浑身僵硬：“蠢雌性，你放开我！”安澜在他的屁股轻轻拍了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别跑，你听我的，我保证他们不会伤害你。”乔烈根本不信，挣扎着要从他身上下来。乔烈，你就信慈母一次，明天我又给你抓鱼兽吃。乔烈小嘴唇紧紧地抿着，血色的瞳孔越发的艳丽。他根本就不相信安澜，但此时他也挣扎不开。不过他现在吃饱了，一会趁着蠢雌性把他交给蠢白熊时，他再找机会逃跑。安澜看他不动了，这才转向白熊一家：“我让乔烈跟你们道歉，再赔你们1只鱼兽，怎么样？”白熊一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转性了，但他们还是接受了，毕竟哪怕是他们想要找到食物也没那么容易。安澜看他们答应，轻轻拍了拍乔烈的肩膀：“去吧，道个歉就好了。”乔烈紧绷着小脸冷声道：“他之前也抢过我的食物，也没跟我道歉。”白熊幼崽一听就不高兴了：“明明是你先抢我的！”安澜看着小幼崽紧紧攥着的小拳头，猜想他应该没有撒谎。他看向白熊幼崽：“你告诉我，之前你有抢过乔烈的食物吗？”白熊幼崽哼了声：“那也是他先抢我的。”闻言，安澜立马沉了脸：“你们听见了，你们的幼崽也抢了我幼崽的食物，我们可以跟你们道歉，但你们也必须跟我的幼崽道歉。”白熊冷哼一声，他差点勒死我们的幼崽，还向我们道歉，做梦！把乔烈交给我们，不然这事没完。白熊说完，那比他脑袋还要大的手掌就朝乔烈抓来。
安澜心里一惊，抱着乔烈快速的后退。你一个成年雄性居然欺负一个幼崽跟雌性，你就不怕被兽神责罚吗？哪怕是流浪兽，雌性也比雄性珍贵的多，是不能随意欺负的。乔烈看安澜这次居然维护自己，顿时惊诧不已。闻言，白熊也有一瞬间的迟疑，他也害怕兽神会真的责罚。安澜看他迟疑了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说了，今天这是我们愿意道歉，但你的幼崽也要为之前做过的事跟乔烈道歉。”白熊转眼看向妻子，想让他拿主意，跟揍乔烈一顿比起来，白熊雌兽人更想得到食物，毕竟接下来会越来越冷，他们必须要准备充足的食物。好，他抓过白熊幼崽道：“给那蛇崽子道歉。”白熊幼崽不服气，但还是听话的开口：“对不起。”安澜也看向乔烈，乔烈英气的小眉头都快拧成了川字了。他拍拍乔烈，乔烈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现在到你了。乔烈瞪了安澜一眼，生硬道：“对不起。”一句道歉，免一顿责打，他并不觉得吃亏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火种1个，请宿主查收。下一秒，一个打火器出现在虚无的空间里。火种他是需要的，但现在他更想要的是食物，好吗？安澜拿了一只鱼兽给白熊兽人一家后，他们就离开了。刚回到冰洞，他就被乔昂白了一眼，蠢雌性居然白送一只鱼兽给他们，不知道现在食物难找吗？明天你就等着饿肚子吧。乔乔抖了抖2只毛茸茸的耳朵，对安澜露出一抹十分假的微笑，显然他的想法跟乔昂是一样的。安澜觉得有必要跟他们说明白，做错事就要道歉，也要承担自己犯错的后果。食物，慈母明天会继续找，不会饿着你们的。乔烈没有说话，而是走到乔昂他们身边躺下。3个吃饱的幼崽就挤在地上，闭上了眼睛，显然没把安澜的话听进去。安澜抹了把脸，默默地提醒自己，熊孩子不是那么好教的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随即他看着地上仅剩的一条鱼兽，咽了咽口水，拿起一旁的冰刀割下一小块肉来。他不喜欢吃生食，但这鬼地方连个柴火也没有，为了不饿死自己，他也只能将就了。等吃完，他看了眼地上挤在一堆的3个幼崽，从床上拿了张兽皮过去盖在他们身上。安澜看了眼外面沉下来的天色，在冰床上躺下，缓缓地闭上了眼。睡梦中他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摇晃，惊得他立马睁开眼。外面天还没亮，但冰原都是冰山白雪，哪怕是晚上能见度也不低。他起身下床，感觉到脚下的震颤，他快速地跑到洞外查看情况。看清楚后，他脸色都白了。只见冰洞所在的这一块冰裂开了，浮冰正在跟山体脱离，若是他们不赶紧离开，他们就会被困在浮冰上，到时候不知道会飘到什么地方。安澜来不及多想，转身跑回冰洞，叫醒幼崽们：“乔烈，你们快醒醒！冰洞所在的冰面跟山体分离了，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。”几个幼崽一下惊醒过来，乔昂当先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快速起身，第一时间把那只剩下的鱼抱进怀里。安澜有些哭笑不得，他快速地将洞里的兽皮卷起来，这就是他们一家4口全部的家当了。快，跟着慈母走！4人幻化成了兽形，快速地跑向冰山所在的方向。可巨型冰块已经跟山体分离，他们已经距离山体有一定的距离了。几个崽子还小，这个距离他们根本就跳不过去。巧巧害怕地往哥哥身边靠了靠，到底还是年纪太小，面临危险时还是会害怕的想哭。安澜猛地加速，快速地往前冲，一下就跳到了对岸。而3个幼崽看他这么干脆利落地走了，饶是知道安澜从来都不喜欢他们，但也都绝望地红了眼圈。他们被抛弃了。安澜赶紧将身上的兽皮包放下，又跳回到了冰块上。乔烈，你快到慈母身上来，慈母带你跳过去。3个崽崽看见他又跳回来时，都惊讶不已。乔烈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个讨厌他们的蠢雌性居然没有丢下他们。快点，距离越来越大，他也没有把握能跳过去。乔烈来不及多想，直接缠绕到安澜身上。安澜如法炮制地带着他跳到了对岸。你在这里等着慈母，慈母去把巧巧他们带过来。乔烈抿着唇点了点头，接着安澜又将乔昂带了过来。就在他再次往回跳的时候，爪子突然一下打滑，差点就摔进了水里。3个幼崽惊得眼睛都直了，他们虽然讨厌安澜，但是也不愿意看见他死掉。巧巧看见安澜吃力地攀附在冰块上，哭着过去咬着他的爪子，想要把他拉上去。安澜一咬牙，一个借力，终于爬了上去。别哭，慈母没事，快到慈母身上来。安澜看着越来越远的距离，沉了脸。在后退了一大段距离后，他快速的助跑起跳，巧巧吓得闭上了眼睛，一直到安全落地，安澜才瘫软在雪地里。蠢雌性，巧巧看着倒地的安澜变回了人形，想要上前又迟疑的在原地没有动。他不知道安澜为什么没有抛弃他们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但又有点高兴。安澜喘了口气，变回人形，穿好兽皮衣。别担心，我没事。说完这话是一阵沉重的沉默，因为他们的家没有了。巧巧绞着小手，稚嫩的小脸满是苦恼。我们要去哪里？安澜眉头紧皱，他们是流浪兽，被部落跟兽城的兽人唾弃，只能在外面流浪，不然他也不会在条件艰苦的冰原待着。但冰原已经难以让他们生存下去，他必须要带着幼崽们离开，往南边走。如果遇到部落，想办法让他们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方，先度过这个寒日再说。几个幼崽面面相觑，惊讶于安澜居然愿意带上他们。蠢雌性，你要带我们一起吗？乔昂没忍住问出口。他话音刚落，脑门就被安澜弹了一下。什么蠢雌性？我是你们的慈母，当然会带着你们。这时系统任务又在脑中传来，宿主要让3个崽崽叫你慈母，完成任务将获得系统奖励，任务难度3颗星。安澜嗯了声，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可不难。看着3个幼崽都没吭声，他故意虎着脸道：
来叫声慈母。巧巧愣了一下，红润的小嘴张了张，最终露出一抹假笑，脆生生的开口：“慈母。”安澜笑眯眯地摸了摸巧巧的小耳朵，巧巧真乖。巧巧被摸的小脸一下就红了，这个蠢雌性今天真的好奇怪哦，但她好像有点喜欢这样的他。一旁乔昂不由得哼哼唧唧，巧巧这个小叛徒最会装了，他才不要叫这个蠢雌性慈母。乔烈也没吭声，只是看着安澜的眼神发沉。安澜突然觉得这个任务难度3颗星也是有道理的，但他也没有立即强迫他们。山体崩裂，这里还不安全，先离开这里。安澜搜刮着原主浅薄的记忆，发现他满脑子的不是吃，就是部落里强大的雄性，对其他的一无所知，只有一段模糊的记忆里记载着一片山林，应该就是朝这座冰山后面的方向去的。安澜拿出仅剩的鱼兽分割成了4份，这是他们唯一的食物了，吃了这一顿就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，但不吃几个幼崽的小脸都白了，再不补充一些能量，他都担心他们撑不下去。你们在这里等慈母，我去看看这周围有没有猎物。说完，安澜就起身离开了。他刚一走，几个幼崽看着手里的鱼兽肉都没有动。巧巧带着哭腔开口：“我就知道他不要我们了。”乔昂攥着小拳头，还骗我们说不会丢下我们。乔烈抿着唇，红色的舌头透着一股压抑的哀伤，但很快就被冷漠取代。安澜哪里知道自己不过是去找食物，就被幼崽们误会。这时他走在雪地上，放眼看去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除了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生物的痕迹。他要去哪里找食物？就在他失望之际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动静。安澜躲在冰山后看着不远处的一幕，顿时汗毛竖起。